这一台很多人都会说他们的对焦速度很厉害啊，很快啊，可以用云创系统啊，下载很多的色档，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去看其他的 YouTuber。那我最主要是要跟你们讲实际使用跟手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用户群里面最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欢迎再次收看这样网，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什么呢？我本身是尼控 VIP 的 NPS 用户，那我想要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已经买相机买到非常麻痹了，真的已经是麻痹了。我常常把我的相机堆起来，就很像一个金字塔或圣诞树啊。像力六也是买了5、6台吧，然后力六2代也是买了7、8台吧。第8好像买了4台还是5台吧。今天的重点是传说中的负10 EV 的暗天使，这次的国享赞，为什么？加购一下就送你1颗电池，原厂的哦，这个多好用，你们自己知道。这2张记忆卡也是高写数的，为什么？这一台它可以录4K 耶，而且 RED 尼控把它收购起来了。所以这一台它里面也有可以直接用 RED 的影像规格，好，我觉得这个很厉害。那我们先重点讲完力52到底有什么优化的地方。好，首先荧幕的部分超酷，可以这样子选择，也可以翻转，你就可以自拍。OK，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它这边没有任何的景光窗，都没有。好。然后它也没有任何在关机的时候会出现遮帘做一个清洁防护的动作，没有，所以要特别小心。好，这边看一下，这边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啊，还有这个手把非常好按，所以其实我觉得尼控屌就是屌在这里，非常的舒服，这个真的非常舒服。好，但是在握起来的时候，有点觉得它有点塑胶感，但是金属的部分还是有，我觉得1分钱1分货。像这个它就是很扎实的，很金属的感觉，但是这个就是某一些地方你的手指头触感，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塑胶，但是一般用户其实感觉不太出来。那这个地方的部分呢，你会看到 HDMI 的部分，因为要省空间，这个部分它会变成很 mini 的 HDMI。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地方，这边一样有拨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哦。按键的部分它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掉它，所以尼控在这一点真的是屌。我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的，因为尼控它每次就是它可以让你做到，就是你拿一台新相机，明明就是新相机，你不用看说明书，你就几乎什么都可以沿用，那个手感啊，那个直觉啊，那个变换系统，你只要设定好，就是没有问题。好，来讲解一下力8的部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力8比较大一点，废话；力9更大，废话。那我重点来了是什么？2台放一起的萤幕。它比较大，所以我有老花，好吧，我终于有老花，所以它看得比较清楚，这是真的啊。这个可能要拿远一点才看得清楚。好，接下来看一下这里景观窗，可以让我看一下我工作列显示，这边就没有。2个握把部分，大家看一下，2个握把部分几乎是一模一样，2个握把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厉害耶。可以缩小机身，然后握感的部分又让你觉得很舒服。你们看一下哦，我这边在拿力5，我这边都是包住的，有没有发现？这边都是包住的。拿力8的时候，我一样是包住的。我觉得这就是尼控很棒的地方，很喜欢，真的很喜欢。转盘的部分它也没有少给你，一个是在这里齿轮转盘，一个转盘是在这里。好，所有的按键基本上它都是一模一样的给你使用，然后这个部分呢，你们仔细看这个部分呢，我们在选可能 A 模式M 模式或 S 模式的时候，力8的部分呢是在这里。以前呢，我们要拍一些低角度的时候，我在用力8这一台的时候，我的萤幕我直接拉下来，再拉下来就好了，就解决了。可是我今天要拍这一台的时候，我必须要先翻过来，再翻过来，再低角度，
其实不管是哪一代，我觉得它设计真的很有用心，可是它就是比人家慢，但是它永远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好好的。真的，你买它这一台，我有时候不知道它到底在赚什么。你买它一台，你搞不好可以用到你退休，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我们有换证，我喜欢换啊，想要尝试给客人最好的东西。当然，这个的翻转萤幕很好用，那好用，录影师一定很常用。那可是我们是平面拍照，我们就可能要去思考这个萤幕，我们是不是平常就是要把它拉出来？可是拉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又很粗残。我们就会不小心怕这里会断掉，有一好就是没两好，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OK， 好，然后接下来重量的部分不用查，大家都知道这一台一定比较轻。那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电池耗电量。这一台我实测的部分，我拍了一整天，拍了8、9个小时，一样跟力巴的耗电量其实是差不多的。我发现因为它的萤幕亮度。它的景观窗的萤幕亮度，其实实际上面它们亮度都算蛮亮的，所以它们的电池用原厂电池这一颗，基本上1000多张，我一样都提早换。所谓的提早换，就是它变成红色电量的时候，它还剩下1格，我就提早换。其实，在对焦的部分，你们特别要去玩一件事情。选单目录里面有一个 F 控制 ，F 控制里面的 F 是触控 FN， 这个东西很好玩。你启用它之后 ，OK， 好，这边有很多选项。那这个怎么用？启动它之后，我看这个景观窗的时候，我可以去滑我的萤幕哦。我对焦的时候，我就去滑我的萤幕。我用大拇指去滑我的萤幕。那我们接下来要特别要去讲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为什么它要叫暗天使？因为它在很暗的地方，它也可以拍得到。Hey Siri， 关闭2楼中岛灯。好，为什么我们要测试这个呢？因为我这个空间我有装一个流明感测器。那因为我是智能居家，那你们现在都看不到我，为什么？我的流明上面显示是0。我现在 ISO 的部分是4万，来麻烦走来走去，谢谢。这是 AFC， 我就持续按住，有比较慢一点没错，对不对？这是超暗的，这是4万 ISO， 厉害了吧？好，停，到中间，谢谢，复位，谢谢。我们现在来换一下，好，全屏的 ，OK， 好，我半按快门哦，他一直在追，好，往前走，好，再往后走。一直都抓得到，再 OK， 好，回到中间，谢谢。好，停。好，我现在切成 AFS， 好，全屏的部分一样，开始。哇，因为这个部分要单次对焦，我要一直重按。好。麻烦你回到画面的正中央，都不要动。那我现在要把它调成最原始的，好，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5000以下就超暗，甚至我们平常用可能我们都很要求什么250 ISO， 根本就看不见。好，来。5000的部分就看得到2颗眼睛了，它真的很屌。它那么黑的情况下，萤幕都看不到了，连我都看不到。可是它真的很厉害的地方是，我这样子靠近景观窗啊，它居然可以突然这个人是亮起来的。它只要有抓到这个人，居然是亮起来的。来，这是现在用景观窗模式哦，我眼睛靠近用景观窗模式，它一直要抓到哦，很好。而且我景观窗它是有辅助亮度的哦，这真的很厉害。这个部分是很暗的情况下，我靠近景观窗，它辅助亮度，这个亮度是它给我的。那我把它拉到刚刚的作业条件4万，很好，然后调到60。完全抓得到，而且这是一颗 1.8 的原厂镜头，50 1.8的原厂镜头。OK， 好。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个
机身防守阵我这一场婚礼记录我真的不是刻意，好了，我有点刻意，就是我用1/60，然后还有100，我在拍很多照片，你也知道人动态很快，我就这样子拍的情况下，哇，还准焦这是莫名其妙。然后白平衡的部分，力8的白平衡它跟力5的白平衡的测法我不知道是完全不一样啊！我在修片的时候，力5你就会发现是力5。那肤色的部分基本上2台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有柔肤。柔肤这一点真的是很棒，只要有柔肤就对了啦，要不然我们老是要买什么美图秀秀，摄影师很为难，就是你帮我美肌啊，然后我心想哈，买这样4000多万画素跟2000多万画素，结果你跟我讲要美肌。我现在可以美肌了，哈哈哈，爽！对，好，我们今天在用力5的时候，它的那个快门脸咔咔声比较没有像力8一样那么的清脆，金属那种金属的声音，然后这个就比较像 D750那个时候的声音。然后我必须要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景观窗的亮度在白天的时候，在外面看的时候，其实跟力8只差那一点点。如果你今天不管是职业用户或者是新入手想要录全幅的话，我相信力5这一台相机很值得你买，真的很值得。记忆卡的部分，这边是可以高写速的记忆卡方卡，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前是 SanDisk。也是之后，因为 SanDisk 那时候，我现在之后应该都会用他们家的Wash 的跟 OWC 的，很期待用他们这2张卡，因为写数才够嘛，要不然其实记忆卡真的很贵，真的很贵。希望厂商来找我们赞助我们这个不然真的每次这一张记忆卡可能4、5千、3、4千都有可能，真的很贵。好，那我们的卡片的部分在这里。好，防水的部分非常好，因为这几天出去拍摄防水，防水都没有问题，力5淋雨也都没有问题，超厉害。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按键的部分，然后这边的部分呢比较特别的是力5，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这边有一个锁定，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个垃圾桶我们先不要讲，这边有一个锁定，除非你去改变它，因为 FN3是可以改变它，但是你看这边是快拍、快速连拍、低速连拍啊，我们的力8是在这里，快拍、低速连拍就在这里，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云创系统。好，那它这边的话，键盘的部分它放在这里。所以其实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它在背面它这个按键它还是做你有办法一触可及的地方。那收音孔的部分在这里，那我们家力8的部分收音孔的部分在这力5的部分收音孔在这里，所以其实差别真的不大。你曾经有想过，就是说你拍了可能1万张、2万张的照片前面你都觉得是很奇怪的照片、垃圾的照片，看起来不顺眼的照片吗？可是你曾经有去思考过一件事情吗？我们就是吃垃圾食物长大，不是，我们不是吃垃圾食物长大，而是这是必经之路。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这张照片拍下去之后，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机点，对某一个人。它的影响有巨盛，不管你今天是拍婚礼、婚纱也好，或者是全家福也好，其实我们现在，我常常会一直在讲说，我们在做一个善的循环。你很努力拿一台很实在的相机，不管你选什么品牌都好，但是你要拿这台相机是开心的，是安心的，是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它可能在恶劣的环境，或者是很暗，或者是移动车子在移动楼梯间突然餐厅停电突然非常寒冷，或突然很热，或者是大半夜我们迎娶出门，我觉得尼康它就是说真的，它不是一刚开始它就可以给你很厉害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永远就给你一个我要做不做而已，我要做我就会做到非常好、非常稳定，然后一推出就让我的用户觉得我拿在手心里我就会很放心。这是尼康让我这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扎实的在做一个相机的本质，而不是去追求世代更替很炫炮的东西。
甚至 even 连色调，它都一直保有它自己原本的色调。它可能就没色调，但是它现在居然给你一个云创系统，让你去下载大家的色调，因为用户的声音他听到了，大家都会说什么富士啊，很像底片啊，然后 Canon 啊，肤色啊 ，Sony 色调我真的觉得还好。说真的啦，我每一台都买过，每个品牌我都买超多器材，我就是一个器材控。但是工作上我就是用尼控。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一支影片怎么都没有一些什么数据啊？我说真的一件事情，我都是职业用户了，我有很 care 吗？我很 care 没有错，那我就攻顶嘛。那如果你觉得你只是入门，或者是你想要出远门旅行出国，Live 2值得买，超值得。好，影片的下方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对这一台相机还有任何的想法跟疑问，写下来，有空我们就拍给你看，或者回复给你。那我也都会在尼康的尼康小队社团里面不定时的分享。就这样子咯，拜拜。我们现在要进行测试，测试什么？虽然我不是美啊，但是我至少可以测试一个很暗的环境。Hey Siri， 帮我关闭2楼客厅灯。他不理我。Hey Siri， 关闭2楼客厅灯。他已经关了，因为客厅灯是关的，靠腰搞乌龙。Hey Siri， 关闭2楼中岛灯。